有个网友反馈啊，他说我最近几个月右眼经常模糊，视力降低。这2天呢，没事儿就照着我的影片啊，这样子捏一捏耳朵穴道啊。今天早上起来竟然就好了，谢谢胡医师，非常受用。我看到这种粉丝留言是最开心了。胡乃文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戴眼镜啊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哈，吃面的时候啊，下雨啊，打球运动啊，都超级不方便的。下公车的时候啊，一下子眼镜都雾掉了，看不清路更是危险。如果能早先避免近视或改善近视，该多好啊！一个办法啊，简单的办法就是耳朵的这个耳垂这个地方啊，耳垂的中心，我们一般人戴耳环的那个地方有个穴叫做目穴，目就是眼睛，对不对？那就常常在这个目穴这里呢，这样子按一按，你知道吗？按这个穴道使眼睛变好还不算，而且最重要的可以使眼睛明亮而且水汪汪的。近视的原因啊，很可能就是光线不足啊，或者是有闪烁，光线不够亮啊，还有呢姿势不良啊，太早学写字等等这些问题。而上班族呢，或者是主管，因为太疲劳、睡眠太少、长时间看电脑等等，都可能造成近视更加深度数，或者是甚至于老花眼提早报到。那这个时候呢，眼睛的就是远近的调试就发生问题，对眼睛的伤害都很大。有的时候在社交场合，外表看起来很时髦的一个年轻小姐，在交换名片的时候，拿起名片来，一下子看不到，拉远一点还看不到，再拉远一点，然后拉近拉远，这样子呢，你看看眼镜拿上拿下，或者是这样子拿近拿远，看不清楚人家的头衔是什么，看不清楚人家的姓名，很尴尬，而且立刻就标出大婶的 feel 来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在家里也好，在办公室也好啊，你正好在上网，不管是电脑啊，这个是网速觉得比较慢了，或者是你的这个手机觉得好像网速比较慢了，那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怎么样？心浮气躁，尤其在下载档案的时候，这个简直怎么搞这么慢，甚至于拿起这个手机来噔一直点啊，就觉得很这样子。这个小小的这种情绪的改变啊，其实是不好，这情绪的不好啊，就会造成身体也不好了。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平常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里头啊，大概在这个离自己前面2公尺的地方放个绿色的植物，在下载档案的时候，心不要浮，气不要躁，或者是在存档等等的时间，你就趁机拿一支笔啊，例如说我还是拿刚才这个按摩器来啊，手上拿一支笔，拿这个笔呢，然后让眼睛练习这样一面看这个笔。看的focus 就焦距看好了以后，马上在眼睛往前面看那个绿色的植物，然后看完绿色植物也把焦距就是对焦对好了，再回来看这个，就这样子前后这样子看近看远看近看远来练习几次，刚好这个时候呢下载档案完成了，或者是这个存档也存完了啊，这样子呢又不嫌网速慢，心平气和，又达到了保护了眼睛。久之后，你会觉得眼睛在上妆的时候，眼睛会比以前更 bling bling 的明亮有神，你看这多好！好，再来，我们再学一个手指按摩的方法啊。我们曾经跟大家谈到过啊，大拇指是脾，食指是肝，中指是心，无名指是肺，小指是肾。那么我们可以经常的按摩这些穴道，我还记得在那一期里头呢，也提到了，就把5个指头都这样按啊。那么假如说啊，你觉得你的眼睛不好的话呢，眼睛属于什么东西呢？属于肝还有肾这2个经络，让你的肝或者是肾让它变好的话，你的脾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按一按这个脾的，也就是大拇指，还有呢肝的食指以及肾的小指，可以经常这样的按摩一下啊，这按摩对眼睛就好。可是小孩子他不会按啊，所以呢，当父母的可以帮他轻轻的按，不要用力啊，因为一用力，小孩子就以后再也不要让你按了啊。那你可以帮他这样子轻轻的按一按，让他的眼睛呢不要恶化的过快，而且呢，给他这样子轻轻按的时候呢，也可以一面跟他讲故事啊，建立这个亲情啊、亲子关系。非常好。那我们也可以怎么样？5个指头都这样子轻轻按一按。那可是呢，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小编教给我啊，他说，他想到一个办法，手指头全部一起按在然后呢这样子压就行了。
就这样压，哎，这一下子呢，5个手指头全部都一起压了哦。然后呢再翻过来，就是上下交换一下子，那么就每一个指头都被按了。那这样子的话，同时就做了，就是一举5得，什么事情都做好了。平常怎么样来保养你的眼睛呢？眼睛可以自己这个按摩哈，在我们的眼眶四周上面正4个点上，例如3点钟、6点钟、9点钟，还有12点钟这几个地方都有一个穴道。例如6点钟这个地方有个穴叫做承泣穴，12点的地方叫做鱼腰穴，在9点3点的地方呢有2个穴，一个叫做童子髎穴，一个叫做睛明穴。这4个穴道啊，你就经常的按摩。我还记得我以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头有提到过怎么样按摩这几个穴，你都可以用手指上啊，这个第一个关节这样子按，像我现在这样子揉啊，就可以让这个近视眼改善。你知道我还发现到一个很棒的一个东西，这个女孩子们啊，常常喜欢用来按摩这个眼睛的有一种这个按摩器，就有点像个笔的尖端啊。这个按摩器，它的这个头啊就可以拿来这样子按摩，也是非常好用的。是从我小编这里呢看到它这个东西很好用，我就借来用了。来看看这个很漂亮的东西啊，那么这样子按一按、弄一弄都很有用。学生的近视问题啊，学生啊低头写字，你说怎么改？目前啊，近视的情况已经提早到学龄前的小朋友了。许多小朋友在学龄前，就是还没有读书之前啊，就开始学写字了，你知道吗？这个父母啊，望子成龙、望子成凤都不要紧啊。可是呢，你让他那么小就开始学写字，你知道会发生一个不好的事情吗？这就是因为你让他早学写字，他的手啊很小。肌肉力量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好，他写字的时候呢就抓不住笔，你知道要怎么样才抓得住呢？就是用手放得比较低一点，低了的时候，你手指头在那个几乎在笔尖前面这样子写字，那这个时候写字呢你看不见怎么办呢？就只有低头这样写，低头这样写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个问题，因为低头了，本来应该要求的25公分啦、30公分啦，你就完全没有做到了，因此也容易变成近视眼。华人总是希望这个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啊，所以呢，总是觉得，哎，应该要早一点学写字。好，其实不需要特别的早啊，就让他先认字都可以。你学习认字啊，学习理解这个字或词它的成语。我们小编啊说，他的一个侄子啊，才小学2年级，因为考试考那个成语没考好，妈妈就罚他写，你赶快给我写30遍。还好呢，我这小编看到了，还救了他。他说啊，哎，我们这样子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学习啊，我教你怎么样理解这个词儿它的意思。因为你现在考试都是考选择题嘛，很少是去考这个一定要你写很多的字儿，对不对？你知道现在的国中会考也都是一样啊，只是考选择题嘛。那孩子最重要的就是理解那个成语是什么，将来会用，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过度的写。如果孩子长大了，已经养成了这种低头啊或者歪头写字啊这样子的习惯了，怎么办呢？其实我常常教我的病人，他们让孩子学习写毛笔字。你看写毛笔字的时候，手一定是拿得很高，不管你是提完写，或者是手肘放在桌子上面写，你都是这样子啊，就要求你把那个笔是直的这样写。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距离就已经拉开来了，就可以学习写到比较好的字了。而且学写毛笔字的话呢，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第一坐正了，第二写字的习惯改变了，第三呢还学习了中国古时候的那个固有文化的写字，这样子养了心怡了情，多好呢。还有一点啊，也不要怕孩子输在起跑点上。现在呢，3C 保姆的问题是越来越多，拿一个手机啊，拿个 iPad 啊，让孩子看，只是为了取得一时的安静。为什么？这个爸爸妈妈在做其他的事情，就怕孩子吵嘛，就拿个这东西给他，长期的让他这样子看，或过量的让他这样子看的话，嘿，以后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哟。或者有些父母呢，他觉得现在电脑是很重要，所以早一点让孩子学电脑。其实你知道吗？我在有一次在一个杂志上面看
呢，他说啊，有许多科技业的父母啊，他们反而翻过来让孩子先去学习什么呢？学习接触大自然的方式。最简单的就是去种种菜呀，浇水呀，学习大自然的一些知识。例如说，你种菜的时候应该要注重哪一些的肥料的灌溉，注重除草，注重除虫等等等等，接触大自然。甚至于也有把孩子就送到种菜或者是以大自然为诉求的那样子的幼稚园。有人问，你不怕孩子以后电脑跟不上吗？其实一点都不用害怕哦。这些科技业的父母，他们每天都在那里致力于如何让电脑不好的人也能够简单使用电脑。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孩子不会呢？那么哪些运动是健康又能够护眼呢？平时生活中的运动也很重要啊。那么又能够运动又能够护眼的这种动作，你想不想做呢？那就是乒乓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你看啊，打乒乓球，啪打过去，你就会看到这个球打到那边，然后呢，它打过来的时候，你一定看得很清楚，砰打回去，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乒乓球一直这样子看，就一下看近，一下看远，一下看近，一下看远。同样的，羽毛球啦、网球啊、高尔夫球啊、排球等等。甚至于你最好就养成孩子去观看球赛，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所看到的，甚至于那个运动员跑过去，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背后的这个号码是多少，那是哪一个运动员，你又学习了记忆力，对不对？并且呢，还有就是爬山啊，或者是赏鸟啊，也都是很好。其实看远就是好。再来看哪些食物能够改善视力，我们可以吃一个叫做聪明面包，用桑葚全麦吐司，就桑葚能够保护肝，能够帮助视力，而且呢，你把桑葚再加一点点芝麻粉，或者是加一点核桃，然后呢，把它给包在这个面包，这样子一起吃，可以增强记忆力。记忆力好的话呢，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看书，因此呢，眼睛就会变好。另外呢，就是维他命 C， 像橘子啊、柳丁啊，或者是柠檬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很多，还有奇异果也很好。另外呢，就是维他命 E， 维他命 E 呢是一种油性的维他命，是油性的维他命呢，它在瓜子里头啊、橄榄油里头啊，这里面都很多。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吃点鱼油，那这个鱼油呢，在鲑鱼啦、尾鱼啊等等里面都很多。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个地方。喜欢我的节目吗？如果喜欢，记得按订阅，并且加上小铃铛哦。另外，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谢谢大家，拜拜。